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在北岳衡山脚下，在这里发现了一座180年的古墓。其实古墓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帝王陵，还有王侯将相的，以及一些地主修建的古墓。那今天我们看的这座古墓比较特殊，它可以说是我迄今为止看到除了帝王陵之外最豪华的一座古墓，甚至呢比很多帝王陵还豪华还壮观。那么有这样豪华的古墓它的主人身份肯定不一般。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它到底豪华在哪里，它的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古墓呢就在这里。一来到这里我感觉仿佛我是来到了一个帝王陵，因为你看这些建筑在很多古墓是看不到的，甚至说这个地方你刚看外表的话，以为是进入到一个庄园一个城堡一样的。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陵园里面了，一看到这里仿佛进入到皇陵了。因为我前几天不是去了清西陵吗？在那个里面能看到石拱桥、石牌坊、龙凤门等等。这里呢首先看到的也是一座石拱桥，而且呢大家看到颜色全部是汉白玉石雕刻的，这里面基本都是汉白玉雕刻的。然后前面不是一个石牌坊吗？是不是跟那个清西陵那些龙凤门很相像或者是说雍正的那个牌坊很相像？那么这些呢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用汉白玉，然后呢这些石牌坊全部是要皇帝同意才建的。那刚好呢这座陵墓就是那个道光皇帝下令建造的。我们也之前去看了道光的陵墓道光这个人平时非常节俭，但是呢他修建陵墓呢却是非常豪华。那这里修建这座陵墓也非常豪华，是不是跟那个道光遵循的一个原则有关？平时住的吃的简单节俭一点可以，但是陵墓的话一定要修建的豪华，很有可能是这样那这座陵墓的主人呢，可以说就是深受道光皇帝的器重，才有这样雄伟壮观的。我们看到的那个清西陵的帝王陵一般是3孔石桥或者是5孔石桥，最大的是7孔，这里呢是单孔。下面这个是叫泮池这个在很多文庙或者是一些建筑都有。在旁边还能看到华表，这个也是汉白玉石制作的，高度大概是5米。华表呢我们看了很多，在帝王陵也好，那些王公大臣都有，只不过等级不一样。但是像这么精美的华表还是比较少数的。高高耸立的华表呢，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秀丽挺拔，为这座古墓呢增色不少。我们之前看到的华表呢有很多雕刻，特别是帝王陵上面是盘龙，当然它这里肯定不是。这个华表上的呢是雕刻的云纹，也可以说是黄河水一样的波浪，因为这个主人呢他跟黄河有关。顶部呢就是狮子，象征着威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主人到底是谁。他是叫做厉玉美，是山西大同人，道光时期著名的黄河专家。他生于乾隆43年，公元1778年，去世于道光20年，就公元1810年，刚好那一年呢是鸦片战争。他天资聪明好学，6岁进入私塾，17岁呢进入当时的衡禄学院读书，19岁呢在岁试中名列优等。在公元1801年，24岁的厉玉美被选拔为贡生，次年参加那个草考，有1的成绩呢分发到河南当知县，后面呢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并且呢担任巡抚等职。道光15年，就公元1835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那这个就相当于是治理黄河嘛，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当时黄河呢都比较泛滥，所以呢一直有治理黄河的人。他总共为官38年，深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人民的爱戴，因为他在这个地方都当过官嘛。为官期间呢，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以节己爱民济之，以勤慎持之，以恒久实心实力，不敢苟且随俗，深受道光皇帝的喜爱与器重，先后被道光皇帝召见6次。你能够见到皇帝6次，这不简单而且是召见，不是上朝等等
李一美呢，朴实勤劳，大胆革新，不畏强权，首创治理黄河的抛砖筑坝之法，为我国乃至世界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河城之冠。所以在1840年他去世之后，道光呢非常伤心，亲自呢下令要给他那个建陵墓，并且呢把他追封为太子太保衔。现在呢，我们准备近距离去看一下这座石牌坊。这石牌坊啊也是非常精美，极其罕见的。这是一座3门4柱汉白玉石牌坊，整座牌坊呢中间高，2侧低，跟我们在清西陵看的那个石牌坊类似，都是汉白玉建造的。这个牌坊主要是雕刻比较精致啊，等一下我们能够仔细的看得到。牌坊呢又叫做牌楼，我们之前看到了很多石牌坊，有砖结构的、木结构的、石头结构的。石牌坊呢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装饰性建筑，基本上在大殿前面、文庙以及陵墓前都有。我们经常看的可能是木牌坊或者石牌坊，但是汉白玉的石牌坊啊，在山西看到的不多，可能在全国也不多。因为在明期的时候，封建礼法等级规定啊，这个汉白玉基本上只有皇室才能使用，就跟我们经常说的金丝楠木一样。在清朝，基本上是亲王级别的陵园才可以有汉白玉的石桥、石坊，而这里啊都有。在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修建此墓的石料，就这些汉白玉石啊，是当时修建道光皇帝陵墓时剩下来的。在这里面呢，还能看到石拱桥、石牌坊、碑楼、享殿、神道、石像生。这样一说起来，是不是跟皇帝陵墓基本类似啊？从而这座古墓呢，被称之为是民间皇陵，确实也是算得上啊。在这个石牌坊上面雕刻了一些文字，左边是从事乡贤，说的李玉美品德才学很好，是乡人推崇敬重的人。右边的从事名宦，说的是主人位居高位而名声显赫。李玉美呢，生前的职位是河道总督，是2品大员，这绝对是比较显赫的身份了。在这个石牌坊的顶端，有一座像碑亭或者碑楼一样，上面镌刻了4个字“御赐祭葬”，证明呢这是皇帝下令安葬的，皇帝下令建造的。在那个碑亭下面，牌坊正中间刻着“龚太保，河东河道总督，立功勤恭迎”。龚太保呢，就是太子太保。太子太保是他去世之后，皇帝给他的尊称。你看这个石牌坊顶部呢，也有望天吼，还有火焰柱，这个跟我们看到清西陵的牌坊真的是一样啊。现在来看看这座石牌坊精美的雕刻。这个雕刻真的是十分精美精细呀。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麒麟，其实在陵墓中狮子比较常见，麒麟的话比较少，因为麒麟放在陵墓也是有规定的，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放置麒麟。从这里呢，也是这个人身份的象征。在这些雕刻呢，还有持户的纹层，有鱼龙等等各种动物组成的图案。从这里呢，也证明是当时的工匠啊，技术非常厉害。我们刚刚说这个陵墓的那些汉白玉石，很有可能是道光修建陵墓剩下的。据资料说啊，他这个陵墓的工匠就是当时帮那个道光修建陵墓的工匠，因为是道光得知这个李玉美去世之后，就把他的工匠调过来了。
这个也显示呢道光皇帝对这个李玉美的器重。看看这个楼壮不壮观，真的是非常大呀，跟清西陵的那个小碑楼差不多大小。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它的作用跟清西陵的大碑楼是一样的，里面呢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碑，这个呢就是写的对李玉美一生的评价，也算是对她的高度总结。这个也是道光皇帝要求的，是1810年李玉美去世之后，道光皇帝要给她修建一座陵墓，那自然而然这个评价跟总结是必不可少的。上面的碑额是螭首，高度1.29米，整个碑高2.74米。这上面的文字呢，就是总结。所以说，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清西陵那些神功圣德碑，就是对这个人一生的总结嘛。这个字还是写得很不错的，这个是当时的书法大家写的。这个也是碧玺驼碑，自古以来呀，只要是立碑，这个碧玺是少不了的。这个还是原版的啊。整体看这个陵墓基本上是保存的比较完好，因为一直有人守护啊。在西边呢，也有一座碑楼，同样里面是有一块碑，这个碑呢可以称之为祭文碑，这大家应该都懂得了，就是宣读祭文。在旁边还有一块石碑，叫做神道碑，介绍了一下李玉美的身份，上面写的是光禄大夫、兵部侍郎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南、山东河道。这给他的身份是相当之高了。看完了外围的建筑，我们就去里面看一下了。这个相当于刚才说了，大门2只狮子镇守在这里，过去了之后就是神道、石像生，包括那个大殿。这里现在好像是在维修。你看这些基本都是原版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是非常的精美。这就是神道，现在是在维修啊。左右两边呢就是石像生，有羊、有狮子、有马，文臣武将就是5队。这个基本上就是清王朝大臣能够享受最高级别的石像生，就是如此啊。尽管说看起来很小，但是呢也是一个地位的象征，有这个就代表了他是皇帝非常器重的，然后生前的地位也非常高，死后给他追封的地位也非常高。李玉美为什么会深受那个朝廷还有道光的赏识信任呢？一个是他为官清廉，做出了很多政绩，然后呢最重要的政绩呢就是他治理黄河，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你像黄河在早期治理的时候，就特别是在李玉美当那个河道总督之前，治理黄河南坝都是用那种杂草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弄的。李玉美当了河道总督之后呢，他呢基本上吃住在黄河边，他发现了一个治理黄河的好办法，就是以砖制坝。就跟我们现在说要弄一个东西以砖堆起来，那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开始很多人还反对，但是呢李玉美坚持，最终呢他治理的成效，就是说在他治理黄河的时候啊，黄河没有泛滥，同时呢在他去世之后，黄河基本上也没有泛滥，就是说他发明的这种方法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那个佐证。同时呢他又非常节俭，把他的工资啊都相当于捐献出来了。道光皇帝啊本身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这些呢都比较符合他心中的管理天下的概念，于是啊就对那个李玉美一直提拔，先后呢6次召见了李玉美，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并且呢在去世之后呢给了极高的荣誉太子太保，并且呢在家乡下令修建这种陵墓，基本上可以媲美道光的墓陵了。规制减少了，但是整体的形制的话，可能都有差不多70%、80%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石像生。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石像生，马、羊也好，都是在地上，而他这里呢，专门用汉白玉石
垫着作为基座。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身份的象征嘛。180多年的历史了，183年。我们再看看这个狮子在陵墓中必不可少了，马也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可以讲的。马这里可以看看，雕刻的还是挺精美的，尽管说比不上唐朝时期的那些石像，但是这也是很精美了。这些石像我感觉都比那个雍正的泰陵更精美了。这个就是文臣武将了，这个排列有关系啊，因为利玉美它本身是文臣，所以呢这个文臣排在第一。在这里突然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这是清朝的古墓，为什么文臣武将呢？感觉像明朝的，特别是这个文臣，这明显的就是明朝的，不是清朝的。这个很奇怪呀，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啊。这个呢就是大殿了，跟我们在清西陵看的那个龙根殿一样，里面呢有它的那个雕像，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也有丹碧石一样的，感觉也是像龙凤，不过呢它这个龙的话不是五爪金龙啊，肯定是不一样的，是蟒吧，可能是。你看这个大殿是不是跟那个道光的睦陵龙根殿一样，也是有很多柱子？道光那个呢属于金丝楠木，这里呢是属于汉白玉石，也是这样完整的石头弄成的，很精美吧？所以说它这个陵墓呢花费也很大。来大殿里面看看，这就是利玉美的雕塑。他呢在民间的威望比较高，一个是为官清廉，还有呢治理黄河，算是深得民心呢。他后面是积劳成疾，在总督的位置上去世的。在这个大殿里面呢，还有一些壁画，介绍了一下利玉美的一生。天生奇才，就从小呢聪明好学，能够熟读四书五经。这就是寒窗苦读嘛。那这个呢是中榜了，中榜了之后呢，就开始当知县。当时一开始呢是在河南杏林吧当知县。那这个时候呢，到了1835年，他那个时候官位已经很高了，在河南、山东还有湖北当官的时候，他呢对水利比较研究，后面朝廷知道他治水比较厉害，于是呢就把他调任到河道总督，就是河南、山东管理黄河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相当于是临危受命。然后来到这边呢，他就体察民情，因为黄河泛滥是要治理嘛，他得想出方法来。那当时治理黄河的方法呢，可能说有点老旧，有点淘汰了，对黄河呢影响不大。他苦思冥想，最终呢发明了一个抛砖筑堤，就是抛砖筑坝，以砖来建一座大坝，抵挡那个黄河水。就在这里一样，你看有砖就相当于砌成了一道墙一样的，那黄河就被他治理好了。所以在他当河道总督的时候，黄河呢就趋于平缓，包括后面也没有怎么泛滥。但是呢，在1840年积劳成疾，他呢在巡查黄河的途中病逝了。病逝之后呢，皇帝给他进行加封太子太保，并且呢给他的谥号。过了大殿之后，肯定就是墓冢了。这就是墓碑，还有墓冢。碑上的文字跟我们刚才看到神道碑上的差不多，只不过加上了他夫人。这个也是属于夫妻合葬墓。在墓碑后面呢，就是墓冢。大家看到这个是不是跟道光的那个宝鼎很相像啊？它的封土是高4.8米。最重要的是，这个墓室里面的墓志铭是由当时的明州英雄林则徐亲自撰写的。当时利玉美去世之后，不光是林则徐，还有两广总督啊，都写了一些文章以表祭奠。
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利玉美啊是受到广泛赞誉的。这座古墓就基本看完了，确实是非常豪华吧，被称之为民间皇陵，名副其实。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